大家好，我是大蜡烛。上来先告诉大家答案，我觉得默默点心局确实不算好吃，或者说没怎么让人感到惊艳，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广告啊。为啥我忽然要做一个这个东西的试吃呢？因为这个来自长沙的品牌啊，今年一直在新消费创投圈中是超级网红一样的存在啊。创始人最早也是番茄资本展门学社里出来的。那本身我也想出一期视频，讲一下默默点心局单店估值过亿的逻辑，所以肯定要买来吃一吃。我买的是它的3款产品：芝士脆、胚芽千层酥、糯米小麻花。首先是这个胚芽千层酥，就是偏奶香口味的酥脆饼干，味道上有点像皇冠曲奇饼干的味道，就是甜度低了一些，比较普通，而且吃起来有点腻。口味100分的话，能给个70分。芝士脆口感比较脆，芝士味加咸甜味，刚吃几条不腻，吃了半袋后也腻，因为脆度比较高。100分能打个80分吧，扣去的那20分主要是在价格上，门店价格26元，我觉得这个定价是有些失策的。还有一个糯米小麻花，这个虽然比较便宜啊，但是基本就是100分能给个59分就不错了。实际我作为一个胖子，对美食是很宽容了，但还是觉得这个糯米麻花确实不好吃啊。最后我的综合感受是，这个中式甜点零食品牌的商业壁垒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估计多数人吃他们家东西不会有上瘾性。一个饮食消费品牌能不能活20年以上啊？能不能估值市值持续涨啊？很重要的就是要看他们家的主打产品有没有上瘾性。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人到了中年，每天都会想象自己有一个无形的热量槽，喝快乐水、吃烧鸡、吃火锅都会积累能量槽，满了就啥也不能再吃了。但是我总爱留一些额度给可乐和喜茶。这俩东西真的很让人上瘾。相比之下，其他的饮料品牌确实做不到这点。那观众老爷们可能就有人说了，看来这个品牌是坑人的呀，单店都估值1个亿了，1个亿都够1000家兰州拉面店铺的转让费了，这简直是下一个瑞幸啊！也不能这么说，这里面也存在一些大家的误解。单店估值过亿啊，其实是一些沙雕创投媒体造出来的概念，那些人写出来的报道都挺无聊的，没什么思考。单店估值本身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指标。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啥是估值吧。假设你奶奶传给你了一个糕点秘方，你用它开了一个蛋糕店，特别火，每天门口排队的人爆满。有一天专业的投资团队找到你说，给你公司1000万，占你10%股份，给你这1000万，目标是在未来快速扩张到10家店。如果这笔交易能成功，小学生也可以算出啊，这家公司的理论上的价格已经值1个亿了。但是当你刚刚完成交割时，你只有1个店，这个时候媒体也可以炒作你是单店过亿，只有你自己清楚，这笔钱有可能是要花到明年的。明年你把10家店又快又好的实打实的干出来了，理论上公司的价值肯定升高了。但是因为店多了，新的一轮投资还没进来，那单店的估值是不是又落回到1000万了呢？所以一级市场本身就有流动性差的特点。默默点心局是在还有个位数店铺的时候谈的投资，在今日资本的钱进来的那一刻还没有开始扩张，当然单店估值就过亿了。我认为只有当默默点心在全国有100家门店时，估值还能过100亿，那可能才算得上是很不合理。当然我也没有再给这个点心品牌洗地啊，有一说一，只看当下，整个中式点心赛道的泡沫还是有的。为什么投资大佬们要这么看好中式点心赛道呢？因为烘焙店本身就是跟奶茶店体量最接近的一个领域。中国的奶茶店有50万家左右，是全国数量最多的餐饮品类，但是烘焙店有48万家左右，只比奶茶店差一点。而且烘焙店的增速还在增加，哪怕是传统品牌南北稻香村近1000家店，一年也能卖100亿营收。资本希望能在烘焙领域培育出下一个新的现象级品牌，打造烘焙领域的下一个喜茶与茶颜悦色。这个逻辑没问题啊，但是里面也有 bug。比如对烘焙店的理解，我认为烘焙店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近15年工作学业的忙碌侵蚀了传统中式早餐的场景。烘焙店成为了一个预制早餐的地方。我记得20多年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同学家长们还都有早起出趟门给孩子买豆浆油条的习惯。但是现在的妈妈们呢，可能更愿意在每天晚上下班后顺路在小区门口买些面包蛋糕，做一家人明天的早餐。毕竟好多人睡眠不足哪有精力转天起床现买做的中式早点所以预制早餐的场景和零食的场景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波资本推动的新消费烘焙品牌都是切的零食场景，比如默默点心局做的麻薯跟传统麻薯比非常非常小，定位就是零食。这批烘焙店品牌
打法也是高度学习奶茶品牌的打法，没有社区店，先在大型商业中心密集铺店，面向18到25岁的年轻人，客单价定在35元到45元，各种流程也对标奶茶。咱也不说这么做有啥问题啊，关键是它不好吃啊，也没有奶茶的成瘾性，再怎么扯犊子也没用啊。另外，我觉得最魔幻的是，这波造量的新消费投资人都是40、50岁的人，我说的不是下面搬砖的同学啊，而是这些机构里的决策层。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人的人生其实没怎么吃过零食，他们小时候肯定也没有流口水、牛羊配、香菇肥牛、麦香鸡块、大大泡泡糖、窝窝奶糖、无花果啥的。而人30岁一过，其实也不咋吃零食了。你指望他们对零食能有啥正确的理解呢？即便是刚才3款点心零食里最好吃的芝士条啊，我也觉得如果跟货架品牌多利多滋比，可能满分100分，多利多滋上瘾程度是80分，茉莉点心的芝士条给60分，不能再多了。边写这篇稿子边吃芝士条，写到这儿，我这芝士条吃了2/3是实在吃不动了，越吃越腻，这咋让人上瘾啊？而且同样重量，人家货架品牌价格还要低得多得多。我们不要忘了，当年喜茶刚推出时，喜茶的好喝程度对货架品牌香飘飘简直是碾压般的存在啊！所以人家一开始的价值就很高。另外，中式糕点零食赛道还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领域在5年前，民间资本玩的都是快进快出的打法。比如我也有朋友做过榴莲酥、鲜豆糕，还有车丝叔叔蛋糕之类的，那当年也是个个排队，但赚钱的时间基本就是那么1-2年，1-2年内会很赚钱。但曾经爆火的单品也会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总结一下吧，我认为陌陌点心局没有强大到完美的程度，估值肯定是虚高的。为了让这个游戏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创始人未来肯定要付出蛮大的代价。最后做一个小调查吧，你们觉得陌陌点心局产品的售价贵还是便宜呢？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点赞数量高的话，我会在1星期内再分析一个新消费的热门类目。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